八路战士费尽力气爬出深坑，不料却被守株待兔的鬼子一脚踢了回去。接着鬼子掏出手雷掷入坑中，可他们刚转身离开，手雷竟被反手扔了回来。本以为手雷解决了鬼子，八路战士再次攀上坑沿，不料刚一抬头，为了确认八路到底死没死，鬼子赶紧凑近查看情况，可刚靠近坑边，趁着鬼子还没反应过来，战士当场将他解决。当他第3次尝试逃离时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惊呆。眼看怪物怼脸，男人瞬间吓尿。但奇怪的是，怪物用鼻子闻了片刻后，竟以超光速惊恐退后。在强哥惊恐的注视下，怪物竟然开始进化，转眼从丑陋怪物蜕变成90岁青春少女。这突兀的转变瞬间吸引了强哥的注意。正当他仔细端详时，强哥吓得目瞪口呆。不等他反应，少女竟催促他快逃。强哥瞬间醒悟，转身狂奔，不到3秒，一只公骷髅怪从天而降。男人假扮超人表演时，一个熊孩子突然举枪对准他。眼看熊孩子拿的是把真枪，强哥瞬间吓出一身冷汗。可周围的吃瓜群众却没有一人帮忙阻止。男人见状强装镇定，边唠嗑边拖延时间。Why would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like that? So the ball bounces off, can I? 为阻止小孩开枪，强哥谎称子弹打到他身上会反弹，很有可能会伤到其他人。We don't want that to happen, do we? No. 见男孩似乎有所动摇，他连忙趁机靠近，不料男孩轻盈跃上黄砖，随后纵身腾挪，凭借出色的身体素质，微处黑白方格便抵达终点。接下来是2号选手小白，虽不善跳跃，却很快发现规则漏洞。既然禁止用脚踩它，他便匍匐前进，以手肘膝盖交替挪动，最终也顺利通关。随后登场的是杂技演员小美，她从桶中取出绳索，轻巧一抛便套住远端把手，接着走钢丝般的高超技巧，轻松完成挑战。最后出场的是天才少年阿伟，众人本以为会有惊人表现，不料他只是瞥了眼地面棋盘，便从容踩着黑白方格径直走了过去。刑警队长在办案时发现一个诡异现象，女盗贼明明可以避开所有监控，却偏偏选择了监控最密集的路线逃跑。正当他百思不解时，他之后是从地下车库骑摩托车逃跑的，有什么必要再去一趟大厅呢？这不多此一举。此话一出，强哥瞬间醍醐灌顶，大厅里肯定藏着女盗贼必须去的理由。于是他立刻凭记忆还原逃跑路线，以第一视角模仿女人的一举一动。当穿过某根铁柱时，强哥发现这里竟是警方遗漏的监控死角，他立马仔细观察周围，不料却被眼前的景象瞬间吓尿。老人推动除草机的瞬间，轰鸣声响彻整片草地，地里的生物果然被巨大的噪音引开。强哥看准时机，立即冲向远处的拖拉机，准备实施撤离计划。没想到除草机意外倾覆，轰鸣声戛然而止，怪物突然转向朝着强哥的方向急速逼近。强哥正要加速逃离，小美惊恐地阻止他。原来这怪物依靠听觉追踪目标，强哥立马停住保持静音，怪物果然迷失了方向。眼看长时间僵持，小美急中生智奋力踢断水管，喷涌的水流声立刻吸引住怪物。强哥则趁机冲上拖拉机，接走同伴暂时逃离险境。男人第一天到酒吧上班就被女财阀看中，富婆意味深长地瞥了眼他的工牌，机灵的主管立刻安排他去女人房间。但奇怪的是，富婆并未让他服侍自己，而是要求他服侍一瓶与他功耗相同的香槟。为了弄清女财阀的意图，小帅只好照做。只见富婆随意拿起酒瓶， 이거 누구야? 4번. 예. 5번 어디 있어? 네. 接着女财阀又拿起小帅的香槟，将另外2瓶摆在一起，随后命手下取来一叠钞票。正当小帅懵逼时，富婆接下来的指令令他瞬间脸色煞白。只见远处的大山突然动了起来，像只乌龟似的以光速往前爬行，所有人都吓得瞬间僵在原地。佛波勒们只能边打边往后退，可那怪物压根没有停下的意思，继续迈着细碎的步子往前逼近。随后伸出一只54码大悍脚，张牙舞爪地朝佛波勒们袭来。长官顿时慌了神， Fall back. Fall back. 本以为这怪物是想摧毁地球，没想到他突然停下了脚步。众人一脸茫然，强哥却看穿了怪物的意图。 It's getting ready to divide. 管家在1碗面条里掺入半斤砒霜，让长工送给老爷吃。可等他小心翼翼端到书房，老爷也掏出一包砒霜，还当着长工的面一股脑倒进了碗里，给大太太送去。不敢怠慢的长工又将面条端到闺房。大太太，吃药啊？吃饭。听闻大太太邪魅一笑，随即拿出一瓶珍藏多年的含笑半步癫，当着长工的面，二话不说也往碗里撒了1斤，给大伙分分。很快掺了2斤半毒药的面条分成3碗，摆在3位各怀鬼胎之人的面前。英叔震惊地发现非洲土著竟把脚放进洞里，意识到什么东西的英叔当即将鞋子给脱掉，随后把脚探入洞中放松脚踝。没过多久，
旁边土著的脚突然有了动静，当他的脚抽出时，竟带出一条眼镜王蛇。同伴急忙上前制住蛇，将其敲晕装进麻袋。见到这一幕，英叔脸色骤变，急忙想要抽脚出来，却被一股怪力猛地拖入洞中。非洲土著见状赶紧上前，使出浑身力气拉扯英叔，竟发现他的香港脚吊上了一条白女巨蟒。土著们欣喜若狂地抬走了这条意外收获的巨型猎物。眼看歹徒霍霍磨刀，男子自知性命危在旦夕，慌乱中他拼命想解开绑手的绳索，却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。就在绝望之际，他瞥见地上有个蓝色哨子，灵机一动的男子趁歹徒不备，奋力叼起哨子猛吹，尖锐哨音瞬间穿透整片树林。桑彪急忙上前阻止，但为时已晚，四周很快传来野狗的嚎叫声，歹徒们吓得魂飞魄散，为保性命扔下人质仓皇逃窜。阿伟迅速捡起匕首割断绳索，眼看野狗群逐渐逼近，他慌忙躲到一棵树后，就这样他逃过野狗的追击。男人同时爱上一对母女，为了得到两人，他先让女孩的妈妈对他产生好感，顺利结婚住进别墅后，又开始疯狂讨女儿欢心。当小美对母亲流露出醋意时，他意识到时机已然成熟，接着趁母亲不在家时向小美表白心意。单纯的女孩信以为真，两人就此开启甜蜜关系。他巧妙地周旋于母女之间，白天扮演恩爱夫妻，私下与女儿秘密约会。就在他享受天伦之乐时，不料意外骤然降临。这天他正与小美亲热，上班忘拿东西的母亲突然折返家中，结果撞见了令他永生难忘的一幕。女孩满心期待地靠近男友，却猝不及防被他一口咬住脖颈，疯狂吮吸着自己的血液。此时闻到血腥味的三姐再也按捺不住，双眼发红的上来哀求分食。渣男看着三姐楚楚可怜的模样，竟残忍地将奄奄一息的女友推了过去。下一秒，小美突然暴起，死死咬住了蛇女的脖子。为了独占渣男，她将致命毒液尽数注入对方体内，很快被吸干的蛇女便瘫倒在地。紧接着恐怖的一幕发生了，蛇女的身体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黑，短短1昆年，原本白皙的肌肤就变得像焦炭般漆黑。更惊悚的景象接踵而至，男子在自行车上安装了儿童辅助轮，但被当场打脸的高层镜再次修改规则，声称他的车座长度超标5厘米。阿伟不再争辩，默默用电锯裁短了座椅，不料对方仍不罢休，要求车辆必须保持结构完整，且只能使用市售标准零件。男子只得四处搜集合规材料，费尽周折才将车改造达标。就在他以为万事俱备时，协会又突然禁止俯卧骑行姿势，理由是可能危害运动员健康。虽然满腹委屈，为参赛阿伟还是接受了这条规定。谁知比赛即将开始时，协会竟又临时追加了新规。佛伯勒惊恐地发现，警车上竟布满了令他永生难忘的涂鸦。It's been almost a decade. 可那些字母的角度和色调，却早早证实了那个东西真的回来了。他立即呼叫增援。Total 7 out of 19. I got an on-view felony 594. Setting a command post at Pico and La Brea. Start me enough units for a 6-block perimeter. Canvas team, a forensics team, air support. Notify the press information officer. 下一秒，全州警力火速集结，就连退休多年的警长也亲自出马。小白正想追问那究竟是什么，一转头便看见了一幕骇人的景象。好在母亲及时握住利刃，女孩才幸免于难。眼看桑彪注意到地上的番茄汁必会生疑，女人顿时惊慌失措。她突然瞥见旁边的小猫，灵机一动，小美将番茄汁抹在小猫身上，随即把它扔了出去。此时桑彪正要动手，却被突然窜出的血色小猫吸引。头脑简单的男人还以为自己刺错了目标，立刻带着手下朝门外追去。众人趁机急忙逃跑，慌乱中却不慎又露出破绽。感到被戏弄的桑彪再次抓起短棍，紧接着男人不慎碰掉了喷泉的插座，小天使雕塑瞬间便秘。眼看守卫就要发现，小帅急中生智，立马人造喷泉，这才侥幸蒙混过去。可很快就弹药不足，射程缩短，声响瞬间吸引了守卫。小帅见状只能拼命透支。这诡异景象让大山看呆了，好在小帅迅速补充弹药，终于骗过了守卫，接着趁机插回插头，以为逃过一劫，殊不知大山早就发现了他，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。接下来小帅的操作顿时让监控员三观尽毁。为了杀死千年蛇妖，男人披上蛇皮伪装成雄蛇引诱母蛇，很快一条巨蟒寻尾而来，谁知蛇妖在小帅眼里却是身材火辣的美女。紧接着蛇妖立马向他施展魅力，从未被美女如此对待的男孩瞬间沉迷。此时同伴赶来查看，却发现小帅与巨蟒正在亲热，只见蛇妖伸出舌头想将男人吞下。同伴见状急忙唤醒小帅，然后将核弹扔进房间，却不慎用力过猛，导致小帅没接住。他拼命伸手去够核弹，却突然感觉脖子一凉，抬头发现蛇妖正死死盯着自己。为了保住狗命，小帅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鱼雷惊险地擦过潜艇，船员们侥幸逃过一劫。为防敌方再次袭击，艇长下令关闭所有引擎，要求全员保持绝对寂静以躲避声呐探测，同时命令鱼雷操作员随时准备反击。虽然敌舰近在咫尺，所幸尚未发现他们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一名负责监听的船员不慎碰开了唱片机电源，震耳欲聋的音乐骤然响起。
所有人顿时僵在原地，意识到可能已经暴露。厅长紧急下令启动引擎，全速撤离，但为时已晚，敌方早已将炮口对准了他们的方位。李小龙转身踢向叶问手里的华子，却被轻松躲开。叶问当即嘲讽他速度太慢，反手又将华子弹向小龙附近。这次小龙却精准命中并拦腰踢断，接着叶问改换不同方向弹出，不料小龙却精准捕捉到所有轨迹，将华子一一接下。随后叶问将3根华子同时抛出，谁知小龙一招横扫千军，当场将轻柔的华子拦腰斩断。正当小龙得意之时，叶问突然将茶水倒出，小龙也是条件反射的一记飞踢，但下1秒他就察觉不妙。男人从望远镜里发现鬼子正朝这边驶来，立刻钻出掩体掷出燃烧弹，紧接着又扔出1枚核弹，触碰到火焰的炸弹瞬间爆炸，但奈何敌人实在太多，任凭众人如何阻拦，还是让他们靠近了城门。鬼子在城门上安好炸药，炸开城门后蜂拥而入，却不知他们已经踏入死亡陷阱。此时小美急忙下令封住出口，接着拉下绳索阻止鬼子上楼，同时放下装满汽油的油桶，然后立马扔下火把。下1秒油桶轰然爆炸，鬼子们当场就被送回了老家。而另一波鬼子找了半天也没见人影，正一脸懵逼时，男人正与父亲共进晚餐时，一声枪响骤然打破宁静，父亲应声倒地。强哥反应迅速，立即熄灭灯光，隐匿身形。他匍匐着向父亲靠近，却发现父亲已经气绝身亡。强哥抬头时，瞥见了角落的煤气罐，一个绝地反击的计划出现在脑海中。他敏捷地爬向餐桌，取下蜡烛，重新点燃后放回原处，随后将煤气阀门开到最大，让煤气迅速充满房间。强哥快速躲进卧室，用衣物死死堵住房门的缝隙。当杀手推开门冲进屋里时，强哥迅速从旁边的窗户跳了下去。对此毫无察觉的杀手，很快就踏入了强哥布下的陷阱。末日之下竟出现第2辆雪国列车，紧接着他竟突然减速退到后方，露出真面目后瞬间加速撞向前车。这强烈的撞击顿时引起了前车众人的注意。看着正被逐渐入侵的肛门，所有人瞬间意识到对方来者不善，赶紧严阵以待，保持随时进攻状态。只因他们已经在地球行驶上百年，却从没有见过第2辆列车。如此诡异的一幕让众人顿感毛骨悚然。很快肛门就被切割完毕，随着阀门缓缓转动，100吨重的肛门也随之打开。下1秒，所有人顿时被眼前的一幕吓得瞪大狗眼。恶魔竟倒反天罡，为神父做起了驱魔。他装模作样的吟诵邪恶咒语，接着酷吃将污血泼洒在男人身上，只为驱散神父心中的信仰，夺取他的灵魂。意志坚定的神父立刻诵念圣经反击，很快圣经的力量扭转了局。恶魔的攻势被彻底压制，眼见4对1竟被反杀其3，暴怒的恶魔彻底疯狂，不惜一切与神父展开正面对决。然而2股极端咒语猛烈碰撞的刹那，难以想象的恐怖变故发生了。男人惊恐地发现，眼前的医院竟变成了外星人的实验基地，满地都是人类的残肢、断臂和鲜血。他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眼看前方的外星人正专心工作，小帅本想趁机溜走，不料还是被对方发现。危急时刻，他拼命挥舞手臂驱赶怪物，不料他反常的举动已被医生注意到。眼看生化博士正向自己逼近，小帅吓得立马想跑，转头看见一个拎着核弹的外星人，小帅立马冲上去抢，接着直接将核弹扔向博士。下1秒，对方的身上瞬间燃起大火，小帅趁机疯狂逃跑，不料却迎面撞上一个女妖。众人惊恐地发现，天空中突然出现一艘巨型外星飞船，接着它缓缓向市中心移动。目睹此景的市民以为末日降临，纷纷以超光速拼命逃离。然而飞船并未发动攻击，反而在一处公园悄然降落，随即凝结出无数冰块将自己层层包裹起来。美国总统立即下令封锁公园，并派遣科学家前往探查，可无论科学家如何尝试，都无法与飞船建立任何交流。佛伯勒见状当即决定用大炮强行突破。就在这时，飞船突然发出诡异的光芒，紧接着高频声波穿透众人的耳膜，未等他们缓过神来，飞船竟再次发生异变。男人死死捂住女人的嘴，不让她发出半点声响，只因一条巨蟒正缓缓从他们身上爬过。好在2人纹丝不动，这才侥幸保住性命。可甲板上的壮壮妈却没那么幸运，只见她被几条巨蟒死死缠住，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危急关头，强哥出手相救，为了驱赶壮壮妈身上的巨蟒，小美用高压水枪猛冲壮壮妈的身体，强大的冲击力成功击退了所有巨蟒。众人见状不敢耽搁，急忙收拾东西准备跑路，不料一回头却看见了极其恐怖的一幕。男人死死捂住女人的嘴，不让她发出半点声响，只因一条巨蟒正缓缓从他们身上爬过。好在2人纹丝不动，这才侥幸保住性命。可甲板上的壮壮妈却没那么幸运，只见她被几条巨蟒死死缠住，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。
危急关头，强哥出手相救。为了驱赶壮壮妈身上的巨蟒，小美用高压水枪猛冲壮壮妈的身体，强大的冲击力成功击退了所有巨蟒。众人见状不敢耽搁，急忙收拾东西准备跑路，不料一回头却看见了极其恐怖的一幕。男人酷吃给两人装上鸡翅，还没等小帅反应过来，亲爹竟一把将他推下万米悬崖。眼看儿子迟迟没有展翅， Those things work, right? 急速下坠，几乎要摔成碎末时，好在鸡翅猛然张开，两人刚松一口气，还来不及庆祝，猪头怪竟已紧追而至。强哥毫不犹豫纵身跃下，原以为空中就能安全，谁知猪头怪乘着巨型水母以超光速逼近，接连发射炽烈火球。几人惊险闪避，勉强躲过攻击，但猪头怪的攻势越来越猛，再这样下去绝无生机。强哥急中生智，瞬间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。明明是在吃自助餐，但男子却盛了满满一盘米饭。同伴笑他不懂规矩，这样根本吃不回本。他却只是憨厚地笑着说：“只有米饭最管饱，能填肚子。”另一位同伴的餐盘里堆满肉时，朋友坏笑地告诉他，远处有美味的超级大龙虾。男子兴高采烈地端来巨型龙虾，热情邀请大家分享。朋友们却纷纷以海鲜过敏来推辞。当他满心欢喜地回到座位，准备大快朵颐时，却发现同伴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。这时餐厅经理也发现了问题，急忙赶来阻止，解释说这只龙虾是非卖品，装饰不能吃。在同伴们的窃笑中，龙虾被工作人员收走。监狱长愤怒地将书本砸向墙壁，不料竟砸出一个窟窿。察觉异常的佛波勒立即上前查看，发现墙壁表面只是用泥巴糊住的报纸，后面露出深不见底的黑洞。佛波勒这才明白失踪的囚犯是从此处逃脱的。得知真相的局长急忙举着手电钻入洞中，但不到3秒钟就发现前方根本没有挖通。强哥顿时意识到所有人都被囚犯骗了。考虑到囚犯已经消失10分钟，强哥急忙退出洞口寻找其他逃生路径。不料下一秒，他被囚犯故意挖成弯曲状的隧道拖回洞中，幸好他的游泳圈卡在隧道口，才避免撞得头破血流。当强哥艰难地从狗洞爬出时，囚犯却早已逃出升天。随着最后一道防护闸门缓缓闭合，战士们戴着护目镜端坐在安全区，神情肃穆地凝望着举世瞩目的发射塔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在静静等候着历史性奇迹的诞生。在场人员不约而同地驻足远眺，心中默默祈祷着原子弹能够成功引爆。3、2、1，起爆！伴随着震天动地的巨响，一朵万米高的蘑菇云腾空而起，直冲云霄。眼看第45次核爆实验终于取得成功时，所有人再也按耐不住此刻的心情，人们情不自禁地对着天空欢呼呐喊，只因这是中国对世界发出的一声怒吼，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手中多了一把令敌人畏惧的利剑。眼看税务局的人即将进门，桑彪急忙取出公司的假账，接着塞进鲨鱼挂件后面，刚好在工作人员进来前藏好。没想到强哥一上来就让他打开佛像的机关，桑彪顿时明白公司里有内鬼，但早已将账本转移的他丝毫不慌。你给我听好，这尊佛像价值100多万，带走了就请便吧。眼看桑彪拒不配合，强哥立即命人强行搜查佛像。没有正当桑彪暗自得意时，不料这门足以毁灭地球的巨型火炮由热气球运载至沙漠执行任务，它每移动一段距离，履带便在沙地上留下深坑。为适应沙漠地形，科学家为它加装了6条机械触手，并部署了大量佛波勒防守。然而即便是这样坚固的移动堡垒，竟也有人赶来袭击。当巨炮逐渐接近时，埋伏在沙丘后的恐怖分子骤然跃起，防守士兵来不及反应便已丧命。察觉敌袭后，炮体内部立即派出一架蜻蜓状直升机进行拦截，可它刚刚升空，恐怖分子便发射了火箭弹，紧接着更多敌人展开了全面攻势。末日之下竟出现第2辆雪国列车，紧接着他竟突然减速退到后方，露出真面目后瞬间加速撞向前车。这强烈的撞击顿时引起了前车众人的注意，看着正被逐渐入侵的肛门，所有人瞬间意识到对方来者不善，赶紧严阵以待，保持随时进攻状态。只因他们已经在地球行驶上百年，却从没有见过第2辆列车。如此诡异的一幕让众人顿感毛骨悚然。很快肛门就被切割完毕，随着阀门缓缓转动，100吨重的肛门也随之打开。下一秒，所有人顿时被眼前的一幕吓得瞪大狗眼。危急关头，强哥拼命击碎玻璃，在最后关头抓住了坠落的女人。还没等他设法脱身，不料丧彪已逼近眼前。We're going to enjoy killing you。剧痛让强哥难以忍受，他一手抓住窗沿，一手抓着女人，已是强弩之末。丧彪见状举枪就要射击，所幸小美及时醒来，出手阻止了丧彪。可当他乘胜追击时，手枪却没有子弹。眼看丧彪就要爬上窗沿，雷哥只能使出那个招数。Should I not？ 留守老人被骗子哄骗，拍下一张大头照，不料对方竟利用这张照片伪造身份证，不仅贷出了1000万巨款，
还开通了上百张用于诈骗的电话卡和各类付费游戏。随后骗子又借老人的人缘，让他将假冒伪劣产品销售给其他村民。即便如此，骗子仍不满足，以出租房屋为由哄骗不识字的老人签下卖房契，谎称公司免费提供住宿，每月只抽取1成利润。老人还以为捡了大便宜，当场就签了字。谁知他前脚送走骗子，后脚就被邻居举报进了警局。老人这才明白自己被骗了，走投无路之下正要寻短见，不料却发现了复仇的机会。这才是惩治人犯的应有方式。2名正义之士将女子带进暗室，对方拼命挣扎却无济于事。男子用锁链捆住人贩子的双脚，用剪刀将其衣物剪成碎片。即便人犯哭喊着忏悔，但为时已晚。很快他已是身裸体暴露在2人面前，但这仍无法平息受害者家属的怒火。为让其付出代价，男子拍下人犯清晰照片发布全网，随后强行灌入大量毒药。不久药效发作，痛苦不堪的人犯表示要拉奥利给。为避免弄脏床铺，男子取来便盆，但趁其转身之际，狡猾的人犯突然抓起粪桶。毒贩只是扫了一眼街道，便察觉被佛波勒盯上，于是他抓起一条咸鱼，接着裤衩用力一拍，看到终止交易的信号，丧彪顿时心领神会，被盯上了。大山赶紧望向窗外，果然发现有人正四处扫视。眼看此次交易暴露，大山急忙拉上车窗，故作镇定地从同伙面前驶过，本以为逃过一劫，不料刚转弯就碰上佛波勒设下检查。怎么吃？别急，稳住。丧彪调整心态后缓缓靠近，不料对方却直接要求打开车厢。为了避免佛波勒怀疑，丧彪只好照做。当强哥上车检查时，殊不知2人已面露杀机。男人发现房间似乎每天都在变小，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他用绳子绷紧门窗测试。一晚过后，绳子果然变松了，这说明房间真的在缩小。如此诡异的事吓得他不敢多待，刚要离开，却发现楼梯竟凭空消失，怎么也找不到出口。强哥见状瞬间慌了，他急忙通知酒店工作人员，却被当成精神病轰出门外。眼看房间还在急速缩小，他慌了的几乎要崩溃。可就在他处理家具腾出空间时，突然发现一个长满触手、不断蠕动的诡异通道。为了保住小命，他强忍恶心钻了进去，原以为尽头就是出口，不料却被里面的东西瞬间吓尿。为了复活死去的爱人，科学家用夜壶接住孕妇的羊水，接着将其注入癞蛤蟆的体内，又在他心脏处扎入导电针。一切就绪后，他立马启动100万伏特。没想到复活实验竟真的成功了，强哥激动地将剩余羊水倒入人形培养皿，让妻子的尸体充分浸泡羊水，再将巨型充电针刺入各个关键穴位。随后他迫不及待地启动开关，下一秒无数电鳗涌入培养皿，千万伏特瞬间环绕在容器四周。强哥瞪大双眼仔细观察，不料尸体却没有半点反应。正当他以为实验失败时，下一秒，死罐头女人闪钻道，成功卡在管道口。小美拉开距离，不料怪物却瞬间突破阻碍，而管道尽头竟被铁网死死封住。下一秒，怪物迅速朝他的方向追来，却没发现他的怪物立马在管道内急速搜寻里，殊不知女人躲在管道正上方。此时的小美想大赶进隔壁管道，她赶紧跳下来拼踹开通风口。就在他以为终于升天时，随着最后一道防护闸门缓缓闭合，战士们戴着护目镜端坐在安全区，神情肃穆地凝望着举世瞩目的发射塔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在静静等候着历史性奇迹的诞生。在场人员不约而同地驻足远眺，心中默默祈祷着原子弹能够成功引爆。3、2、1，起爆！伴随着震天动地的巨响，一朵万米高的蘑菇云腾空而起，直冲云霄。眼看第45次核爆实验终于取得成功时，所有人再也按耐不住此刻的心情，人们情不自禁地对着天空欢呼呐喊，只因这是中国对世界发出的一声怒吼，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手中多了一把令敌人畏惧的利剑。女子刚泡完温泉上岸，怎料池底骤然喷涌出炽热岩浆，毫不知情的众人仍在池中狂。下一秒，岩浆便以超光速上涌，瞬间将泉水蒸发至绝对0度，众人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逃上岸。此时，一名背对温泉的男子浑然不觉，惬意地向后一仰，轰然溅起100米高的灼热火浪。他的女友目睹此景，瞬间吓尿，他连忙上前奋力伸手去拉男友。此刻温泉水温已飙升至骇人的3000度，男人在熔岩中拼命挣扎，竭力游向岸边求救。2年半后，女友及时抓住了他的手，他正用力准备向上拉，然而就在这时，骇人的一幕发生了。